你真是不要脸，30多了也不结婚，还赖在弟弟家里。我怀孕了，算了算你和肚子里孩子八字相冲，必须搬出去。大清早，弟媳妇一把掀开我被子，爸妈也附和他，你赶紧走，这可是我们家的大金孙，别被你害了。爸边说边把我推出去，你们也不想想这个房子的月供是谁在还？赶我出去，我成全你们。清晨，我正沉睡在梦乡之中，突然被子被猛地掀开，一股冷风嗖的一声灌进被窝，我瞬间被冻醒，睁开眼，看到弟妹董晴晴站在床边，旁边摆放着2个行李箱。大姐，你该搬家了，她冷不丁地说。这突如其来的话语让我愣住，这是我的家，我住得好好的，为何要搬走？谁告诉你我要搬家？我为什么要搬？我疑惑地反问。董晴晴的笑容瞬间消失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鼻孔几乎朝天。大姐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别装傻，你一直不结婚，还住在弟弟家，这合适吗？我和周世成刚结婚，你住这里方便吗？我不是不让你住，但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，和未婚的大姑姐住一起，新人会有矛盾，还会影响家里的运势。我心中的怒火噌的一下燃起，睡意全无。但我没有立刻对他发火，而是冲进房间，将藏在里面的周世成拉了出来。你老婆要赶我走，你是什么态度？我揪着周世成的衣领，他吓得脖子一缩一缩的，像只受惊的鹌鹑，生怕我动手。他向来擅长装可怜，立刻大声喊爸妈。爸妈其实已经在屋里听着动静，一听到周世成的喊声，立刻出来了。爸爸虽然本事不大，但嗓门很大，一开口就责备我，你有没有点规矩？父母都在家，轮得到你管弟弟吗？赶紧放手！妈妈走过来，用力在我手上掐了一把，咬着牙在我耳边低声说，快放开你弟弟，在新媳妇面前这样对他，让他面子往哪儿搁？我手背上立刻出现了一道红紫的印子，疼得我眼眶泛酸，差点流泪。妈妈又对周世成喊道，挺直腰杆，怕什么？这房子写的是你的名字，你是一家之主。周世成一听，立刻有了底气，和董晴晴一样，鼻孔几乎朝天，用鼻孔对着我。看爸妈的态度，他们对董晴晴赶我走的事似乎并不意外，甚至还偏向他。我放手了，彻底明白了，你们都想赶我走。我问。董晴晴气势汹汹地走过来，瞪了我一眼，然后转头和爸妈说话时，立刻换上了哭腔。爸妈，我怀孕2个多月了，上次产检医生说胎儿不太稳定，我妈找人算过了，孩子的预产期和大姐的八字相冲，住在一起不吉利。爸妈一听关系到宝贝孙子的事，立刻紧张起来。那可不行，晴晴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会让他搬走的。妈妈说着，手指向大门的方向，你赶紧走，今天就搬出去。我站在那里没有动，爸着急了，伸手推了我一把，我一个趔趄撞到了门框上，半边胳膊都麻了。其实吧，他们未必真的相信什么习俗、八字相克这些说法，没准儿就是想顺着董晴晴的意思呢。弟弟周世成大专毕业后，一直未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总是在朋友的店里做些零工。董晴晴长相不错，还掌握了一些美容手艺，自己开了一家美容工作室。在周世成看来，董晴晴是个难得的好对象，爸妈和周世成都极其担心会失去这个媳妇，因此无论什么事情都顺着董晴晴。就拿领证的事情来说，去民政局的那天，董晴晴突然要求5万元的领证费，下婚车时又提出要8888元的出门费。
爸妈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答应了，而这笔钱最后是逼着我拿出来的。至于这套房子，也是他们算计着让我出钱买的。知道周世成和董晴晴要结婚，爸妈急忙拉着周世成去看房，还告诉我，婚前买房，这就是世成的婚前财产，和董晴晴无关，然后让我出一部分首付。我不同意，提出要么写我和世成的名字，要么写爸妈的名字，否则我不会出这笔钱。爸妈听了不高兴，但我也没有让步，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结果在我外地出差时，妈妈突然哭着打电话给我，说爸爸的慢性病发作，住进了 ICU， 需要20万元的医疗费。爸爸本来就烟酒不离身，经常喊胸痛，之前还咳过血。我丝毫没有怀疑，立刻给妈妈转了20万元。等我急匆匆地从外地赶回家，看到的却是只写了周世成一个人名字的房产证。爸妈怕我闹事，还安慰我说房产证不重要，我们有新家了，这可是楼王的最后一户，机会难得啊。我按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问，那房贷怎么还呢？周世成没有稳定工作，工资又低，房子每月的房贷、物业费、水电费加起来得还5000元，即使爸妈用养老金补贴也不够。妈妈温柔地挽着我的胳膊说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咱闺女这么能干，肯定得多帮衬帮衬家里吧。我说，让我出钱可以，房产证上得加上我的名字。爸爸一听就火了，吹胡子瞪眼的吼道，反了你了，老爹老娘和你弟还能坑你啊！妈妈见状赶紧出来打圆场，加，肯定加，这不是买房的时候着急，你又在外地办不了手续，才写的你弟的名字吗？等有空了我们就去加上。妈妈这样一说，我暂时选择了妥协。然而加名的手续却一天天拖延，每次到了还款日，妈妈就会催促我还钱。如果我表现出不满，她就会不停的争吵。我工作本就疲惫不堪，回到家实在不想再有任何纷争，只能掏钱换取片刻的宁静。没想到这一拖就成了现在这个难以收拾的局面。我刚想开口辩驳，爸爸的一声怒吼让我耳膜生疼。够了够了，你还有脸在这里啰嗦个没完？你都快31岁了，老姑娘一个，嫁不出去，我们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爸爸说着，用食指狠狠地戳了我的脑门好几下，那尖锐的指甲在我额头上划出了一道血痕。我摸了摸额头，湿湿热热的，最终选择了不再争辩。我心里明白，此刻不，其实我早就被他们排除在家人之外了，我才是他们一致针对的那个人。多说无益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投降了。好，我搬。他们可能已经准备好和我大吵一架，没想到我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，一时间都愣住了。董晴晴最先回过神来，将手里的2个行李箱朝我甩了过来。那大姐动作快点，别等假期过了，又找借口拖拖拉拉的。她随手甩过来的行李箱砸到了我的脚，我疼得叫出了声。妈妈却不耐烦地催促道，行了行了，别装了，哪就这么娇气，赶紧收拾东西。我拖着行李箱回到房间，看着这个我住了不到1年的房间，丝毫感觉不到归属感和安全感。自幼至长，我始终憧憬着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，一个我可以自主决定的私人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，没有人可以随意进入，也不会被用来随意堆放杂物。房间里摆放的都是我心爱的家具和装饰。小时候家里的房子很小，妈妈说没有别的办法，但她却把家中最阳光充足、面积最大的房间给了周世成，而我只能住在闷热且潮湿的阁楼里。
记得有一次，我的皮肤又痒又痛，无助的去寻求妈妈的帮助，她却大声质问我，是不是在外面胡来，染上了什么不干净的病带回家，还动手打了我一顿。后来我在一家小诊所检查，发现只是湿疹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还责骂我花了他100多块钱买药，说我浪费钱。我曾以为有了新家，家里的条件逐渐好转，我也为家里付出了努力，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不公平的对待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我不仅没有了自己的房间，甚至连家都没有了。实际上，在他们的家庭计划中，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。我苦笑着自嘲，一直以为自己有了成就，赚了钱，就能赢得爸妈更多的认可。但无论我做了多少，都比不上周世成叫一声爸妈，他想要什么就能轻易得到。而我，哪怕他们在向我要钱之前，能假装关心一下我最近的情况，我都会感到满足。我无数次的告诉自己不要对爸妈抱有太高的期望，但在心底，我还是渴望得到他们的关怀。原来，并不是因为家里穷才没有爱，而是他们根本就认为我不值得被爱。在整理东西的时候，董晴晴虚伪的走了过来，说要帮忙。她接过我的洗漱包，拿出里面的乳液和精华，说：“这些也没剩多少了，带着不嫌重吗？就放在这儿吧，我帮你处理，你直接买新的。还有这件衣服，上次我都没好意思说你，这颜色你穿着显黑，别要了。这项链也蛮好看的，货吧？你做主播有头有脸的，带假货多不好。”他这儿挑挑那儿捡捡的，没一会儿怀里就抱了一堆东西。我上前拿回我的精华和乳液，深度滋润型的，你这黑黄大油皮痘肌用了会闷痘。又拿回了我的连衣裙。阿斯玛，你个 XXL 心里没点数吗？董晴晴下意识地将项链藏在手里，我看穿了她的小动作，那是奥利奥的项链，你还要跟一只狗抢东西吗？听了这话，董晴晴不情不愿地将项链丢到了桌上，还嫌弃地在我的被单上擦了擦手。奥利奥是我养的小狗，董晴晴总说狗脏，细菌会危害肚子里的孩子。明明奥利奥每次都绕着他走，可他却总是装出一副受惊的样子。我妈怕孩子出事，逼着我把狗送走了，目前寄放在同事的家里。正好我搬出去自己住，还能把奥利奥接回到我身边了。虽然这次是临时搬家，但因为狗狗被迫离家，我也早就有了搬出去自己住的想法。已经看好了房子，只是还没下定决心搬。毕竟一边被逼着还房贷，又要在外租房的话，我一个月的开支下来几乎是分文不剩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远方的苟且，以及苟且的苟且。可如今不一样了，当我的后脚跟刚踏出门，身后的门就被用力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我要和这一家人断绝关系。我打电话给房东，很幸运，我之前看好的那套房子还没有租出去，今天就能够入住。在前往新家的路上，有一段路遇上了堵车，车子恰好停在了我以前读过的高中门口。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，那些回忆渐渐在脑海中浮现出来。我从小就一心想着要证明自己，所以一直努力学习，成为了别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。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能够得到爸妈的一句夸奖。妈妈希望我考上荆州大学，我就拼了命的朝着这个目标努力。备考的压力大到让我脱发严重。后来我终于如愿以偿的考上了荆州大学。妈妈特意做了一大桌丰盛的菜肴，今天做的这些可全都是我宝贝女儿爱吃的。我看着满满一桌子的菜，这时才发现了一件事，
原来妈妈根本不知道我爱吃什么，这些菜其实都是周世成爱吃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妈妈当时说过，全家人都会亲自送我到荆州大学去报到。我心里特别开心，毕竟是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如果有家人陪伴着一起去，肯定就不会那么感到无措了。可是到了那天，妈妈精心打扮了一番，拉着周世成在学校里四处拍照，而我只能跟在他们的身后，帮忙拿着包和水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刷到了妈妈发的朋友圈，托孩子的福，我也到荆州大学1日游了。9宫格里满满的都是他和周世成的合照，却没有一张是有我的。那些不知情的亲戚和邻居纷纷点赞留言，夸赞他培养出了一个好儿子。我突然就想起了一件事，妈妈有个牌友叫方怡，我妈总是喜欢和他攀比。方怡的儿子考上荆州大学之后，他就要求我一定要考上荆州大学。再后来就是我步入社会，开始能够赚钱了。我给家里的钱越多，他们对我的关爱以及好脸色也就越多。偶尔他们还会敲打周世成，让他向姐姐学习。我莫名其妙的会从这种情况中得到一丝快感，因为在那一刻，我在爸妈的眼里终于比周世成更优秀了。哪怕这种感觉是虚假的，我也甘愿沉沦其中，自欺欺人。过去我曾经试图通过学习成绩和经济实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一直都是为了他们而活着。如今我要去实现属于自己的真正价值，不再去迎合别人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放下了那些不相干的杂念之后，我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工作当中。房贷的还款日期逾期了2天的时候，我妈给我打来了我离家之后的第1通电话。我挂断了好几次，可她依旧坚持不懈地打过来。我想着逃避也解决不了问题，于是在那一次，我滑动了接听键。估计她也没想到我这次会乖乖接听电话。电话那头原本骂我的话突然就停住了，转而变成了关心的问候。吃饭了吗？你现在住在哪里呀？妈妈今天包了饺子，你给妈妈一个地址，我给你送点过去啊。我一点都没有被打动，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他开口要钱之前的糖衣炮弹罢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我随便应付了几句之后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切入了正题。怎么这个月的房贷还没打过来啊？是不是你们公司又拖欠工资了？要是拖欠工资的话，我们是可以告到劳动局去要双倍赔偿的。最开始我不愿意帮忙还贷款的时候，就谎称公司那个月拖欠了工资。他们一开始暂且相信了我的话，但到了第2个月，当听我说工资还没有发下来时，董晴晴就开始怂恿我去劳动局告公司。看到我不愿意这么做，董晴晴立刻就沉下了脸。你们一家子不会是想算计我，让我来还房贷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结婚前给弟弟买房是什么意思，不就是防着我吗？房贷我是1分钱都不会还的，要是让我还，除非在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。董晴晴婚后把自己的钱都紧紧攥在手里，家里的开支他1分都不出，甚至连周世成那点微薄的收入他都要揣进自己的兜里。董晴晴这么一闹，爸妈也跟着着急上火，把情绪都发泄在了我的身上，最后还是逼着我继续还房贷。妈！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喊了他这一声，然后告诉他，房子的钱我不会再还了，我又没住在那房子里，谁住谁还。听到我这么说，我妈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。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和你爸的退休金加起来也就勉强够维持生活费用，房子的钱你不还，你是想看我和你爸被赶出去，露宿街头吗？不是还有周世成和董晴晴吗？
他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房产证上写的也是周世成的名字，理应由他来还房贷。另外，我之前出的首付以及还贷款的部分，我要周世成一分不差的还给我，至于利息，我就当便宜他了。想必我妈当时开的是免提，电话那头的董晴晴一听这话，可就不乐意了。大姑姐，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，我尽心尽力帮你照顾爸妈，你不该出份力吗？那又不只是我爸妈，也是周世成亲爹亲妈，你的公公婆婆。我可以给我爸妈的赡养费，但是房子的还款，我一分都不会再参与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给我爸妈银行卡各转了1000元，并且备注了为赡养费。这是我先前咨询律师后，他让我留的一个心眼。那边很快又打电话过来，只是被我挂断，无奈转成微信轰炸。1000块打发我和你爸，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啊？你爹我一个月买烟都不止1000块，你不是每个月1万块底薪吗？既然你不还房贷，至少每个月也要给我和你妈每人4000块。姐，你现在住哪啊？是不是租房被人骗了？我兄弟就是做中介的，可以不收你中介费。大姑姐，我知道你在跟我怄气，但我肚子里怀的是你亲侄子，看爸妈这么伤心，我也着急啊。刚刚都动了胎气，差点见红了。我把这4人都拉进了黑名单，倒是头一回庆幸爸妈从不关心我，因为不关心我，连我公司地址都不知道，不至于找到公司里来闹。但我也心知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果然，又一段时间过去后，大清早刚到公司，就发现同事看我的眼神有些怪异。和我关系好的吴婷见我一副不知情的样子，给我分享了一条视频。文瑶，有一个自称是你弟妹的账号，在网上控诉你虐待老人、抛父弃母。视频里的董晴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为公婆喊冤，爸妈和周世成在后面一副委屈模样。董晴晴嘴里描述的我，是为了不负责任而离开家，对父母不闻不问的女儿。视频最后，爸妈甚至特意凑到镜头前对我喊话：文瑶，爸妈并不是想用法律绑架你，爸妈只是想知道你在哪，过得好不好就够了。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，爸爸妈妈可以什么都不要。看着爸妈泪眼婆娑的模样，我内心没有丝毫动摇，甚至觉得讽刺。真的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他们拿捏，一点眼泪就会心软的傻子吗？我看了眼评论，不少人被董晴晴带了节奏。她能上荆州大学，多亏了父母培养，没想到荆州大学竟然培养出这种忘恩负义的学子，这就是太溺爱的结果。一点不如意就跟父母大吼大叫，真是个白眼狼。也有人保持中立，表示不能只听一方说辞，意指他们有可能是鳄鱼的眼泪。真的爱女儿，就不会把女儿大名报出来，细思极恐。我选择相信女儿，因为她有个弟弟。可在刷新中立或者是偏帮我的评论已经被董晴晴删了，只留下同情他们攻击我的评论。当然，大数据的机制下，这条视频也会推送给附近或可能认识的人。有些对我不熟悉，但有过几面之缘的人也出现在评论区里，有误会我的，也有相信我的。我统统按律师交代的方法，将视频录屏取证。刚收集完证据，手机又收到了一条来自法院的短信，是爸妈联合起诉我，告我不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。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。我从容不迫地拨打了一个电话，李律师，我们的材料也可以提交了。其实我离家的第2天，我就去了趟银行，将我转账给妈妈的20万元首付款
以及每个月帮周世成还房贷的流水都打印了出来。多上网还是能学到东西的。每次转账时，我都留了个心眼，给每一笔转账都附了备注，否则我也不能真的这么安心的帮周世成还了1年的贷款。除了那笔我以为是用来救命的20万没有备注，但妈妈骗我的聊天记录还在，律师也帮我取证公证了。另一边，董晴晴还在接二连三的更新视频，杜撰事实，颠倒黑白，赚足了流量。我和律师一拍即合，打算再送董晴晴一个诽谤的罪名。见我迟迟没有回应，董晴晴生怕我看不到似的，直接艾特了我的社交账号喊话。虽然我的主页一片空白，但还是有人为了吃瓜关注我。一夜之间竟然涨了好几千的粉丝，比董晴晴涨得还多。因为董晴晴删了太多中立评论，网友不傻，从她的操作里一下看清了真相，都跑来关注了我。董晴晴见状，立刻删除了艾特我的那条作品，却依旧抵不住我涨粉飞快的速度。其中不少网友私信我，希望能听听我的说辞，给董晴晴一个反击。确实，公司其他部门同事对我的议论，以及食堂阿姨看我的眼光，都表示董晴晴的曝光对我的现实生活有不小的影响。发视频谁不会啊？紧接着我发了一条视频，事情有了反转。我坐在精心布置的新公寓里，面前架着专业的补光灯和拍摄支架，深吸一口气，按下手机录制键。镜头里，我穿着简约大方的衬衫，妆容淡雅却透着干练。大家好，我是视频里被指责的不孝女儿文瑶。我直视镜头，声音平静而坚定。在回应之前，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些东西。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文件夹，里面是银行流水、转账记录，每一张纸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这是我为弟弟房子支付的首付款20万，以及过去1年的房贷还款记录。每一笔转账都有备注，明确说明了用途。画面切换到手机屏幕，我调出和妈妈的聊天记录。这是妈妈当时骗我打款的聊天记录，说爸爸重病进了 ICU， 需要20万医疗费。然而事实是，这笔钱被拿去买了房子，房产证上只有弟弟一个人的名字。我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，可能有人会说，家人之间何必计较这些？但如果我告诉你们，我被赶出家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弟媳一句八字不合，你们会怎么想？接着我讲述了被赶出家门的全过程，从弟媳董晴晴的无理要求，到父母的偏袒，再到弟弟的懦弱。我今年31岁，未婚，在他们眼里就是个拖累，但他们似乎忘了，这些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。高中时，我拼了命学习，只为了考上妈妈希望的荆州大学。可当我真的考上，他却带着弟弟在学校里拍照，朋友圈里没有一张我的照片。说到这里，我的声音微微颤抖。工作后，我把大部分工资都给了家里，以为这样就能换来他们的爱和认可。但我错了，在他们心里，我永远比不上弟弟。视频的最后，我展示了法院的传票。现在，我的父母起诉我不履行赡养义务，但我想说，赡养父母是我的责任。我已经每月给他们转账1000元作为赡养费。至于房子的债务，那是弟弟的责任，我不会再承担1分钱。我曾经以为，只要我足够努力，就能得到家人的爱。但现在我明白，有些东西不是靠付出就能换来的。从今天起，我要为自己而活，也希望所有和我有相似经历的人不要害怕，勇敢地为自己发声。视频发布后，我没有立刻去看评论，
而是投入到工作中。直到午休时，吴婷一脸兴奋地跑过来：“文瑶，你火了，视频播放量已经破100万了。”我打开手机，评论区早已炸开了锅。原来真相是这样，这家人也太过分了吧！姐姐好惨，凭什么要为弟弟的人生买单？支持姐姐维权，这种吸血家庭就该断干净。当然，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，空口无凭，谁知道这些证据是不是伪造的？就算父母做的不对，也不能不管他们吧？太冷血了。我没有一一回复，而是让律师团队整理证据，准备应诉。与此同时，董晴晴那边坐不住了，她连夜发了一条新视频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大家不要被她骗了，这些都是她伪造的，她就是不想承担责任，还想抹黑我们。但网友们这次没有轻易被她带节奏，拿出证据来啊！光哭有什么用？之前删评论的时候挺厉害，现在怎么不刚了？建议姐姐直接告他诽谤。事情愈演愈烈，连公司领导都知道了这件事。我本以为会受到影响，没想到部门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文瑶，做得好，遇到这种事就该勇敢维权，公司永远支持你。”开庭那天，我穿着正装，和律师一起走进法庭。父母和董晴晴、弟弟坐在对面，看到我时，妈妈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，爸爸则依旧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。法官宣读庭审流程后，我先出示了所有证据：银行流水、聊天记录、转账备注，每一项都清晰明了。律师也据理力争，我的当事人已经履行了赡养义务，每月按时支付赡养费。至于房产债务，是被告周世成的个人债务，与我的当事人无关。而且，原告林某妈妈以虚假理由骗取当事人20万元，这已经构成欺诈。董晴晴急得跳起来：“你胡说，那是他自愿给的！”法官敲了敲法锤，被告保持肃静，请原告方出示证据。妈妈支支吾吾，拿不出任何有力证据，只能重复着她是女儿，就该帮衬家里这种毫无法律依据的话。董晴晴还想狡辩，却被律师当场反驳：“你在网络上发布不实言论，对我的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名誉损害，我们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”最终，法院驳回了父母的诉讼请求，判定房产债务由周世成承担。至于那20万元，法院建议我们私下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可以另行起诉。走出法院，阳光明媚，妈妈冲过来拉住我：“瑶瑶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那可是你亲弟弟，他现在连房贷都还不起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失去房子。”我甩开他的手，语气冰冷：“那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去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？这些年，我为这个家付出的还不够多吗？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按法律规定来，该尽的义务我会尽，但别想再从我这里得到任何额外的东西。”回到家，我收到了周世成的短信：“姐，我错了，能不能再帮帮我？董晴晴因为这件事要和我离婚，房子要是没了，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”我看着短信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曾经，我会为他的一句姐而心软，会不顾一切的帮他解决问题。但现在，我清楚的知道，有些帮助不是爱，而是害。我回复道：“世成，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该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我可以给你介绍工作机会，但房贷的事，我无能为力。”不久后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是爸爸的声音，他的语气里少了往日的暴躁，多了几分疲惫。“瑶瑶，爸爸错了，这些年是爸爸对不起你，
你能不能看在父女情分上，再帮弟弟一次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爸，我帮他的已经够多了，他需要学会独立，你们也该放手了。以后我们就按正常的父女关系相处吧，我会尽到赡养的责任，但别再让我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。挂断电话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城市的灯火辉煌。曾经我以为家是温暖的港湾，却在那里遍体鳞伤。但现在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温暖是自己给自己的。几个月后，我听说周世成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，虽然辛苦，但至少能自己还房贷了。董晴晴的美容工作室因为舆论影响，生意一落千丈，她不得不关闭店铺，重新找工作。而我在工作上越来越顺利，还因为维权事件被公司提拔为部门主管。我养的小狗奥利奥也接了回来，每天下班回到家，看到它摇着尾巴迎接我，心里就充满了幸福。偶尔我会给父母送去生活用品和赡养费，但很少再和他们深入交流。他们似乎也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提各种无理要求。在一次同学聚会上，我遇到了高中时的暗恋对象，他现在是一名大学老师。得知我的经历后，他说：文瑶，你比以前更有魅力了，不是因为你的成功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学会了爱自己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所有的苦难都值得。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，那些深夜里的痛哭，都成了我成长的阶梯。如今我依然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，不是为了博取同情，而是想告诉那些和我有相似经历的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妥协，勇敢地为自己而活。因为只有当你学会爱自己，才能真正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。窗外的阳光依旧灿烂，我抱着奥利奥，翻开一本新买的书，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搬进新公寓的第一个清晨，奥利奥湿漉漉的鼻尖拱开窗帘，晨光顺着它翘起的尾巴淌进房间。我在厨房煮咖啡时，手机弹出银行提醒，父母的赡养费又自动到账了。指尖划过转账记录，忽然想起3年前那个被赶出家门的清晨，董晴晴掀开我被子时，窗外也是这样冷冽的光。如今每周6的固定行程是去老年公寓探望父母。电梯上升时，总能遇见推着轮椅的护工，他们总笑着说我父母有福气。只有我知道，妈妈见到我时，总会把果篮里的进口车厘子藏进柜子，小声嘟囔浪费钱。爸爸则背过身去，假装专注看墙上的电子钟，可我分明瞥见他偷偷调整老花镜的手。这天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妈妈尖刻的声音：别假惺惺的，你要真孝顺，就把房子要回来。抬头撞见董晴晴抱着孩子站在走廊，昔日精致的美甲剥落大半，怀里的孩子正抓着她褪色的发尾。看见我时，她下意识把孩子往身后藏，脖颈处心烫的疤痕在廉价粉底下若隐若现。下个月的抚养费我会按时打。我把装着现金的信封放在前台，转身时听见董晴晴突然开口：周世成，他在工地摔断腿了。工地的安全通道堆满钢筋，锈迹顺着台阶蜿蜒成暗红的溪流。周世成躺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，石膏从脚踝缠到大腿。看见我时，慌忙用脏被单盖住枕边的止痛片。床头的手机屏幕亮起，是某借贷平台的催款短信：借就借最后一次。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我手里的包，喉结上下滚动。我把早就准备好的工伤赔偿申请模板拍在他胸口，明天会有律师来。
转身离开时，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呜咽，像极了小时候他弄丢游戏机手柄，躲在衣柜里不敢出来的哭声。生活的齿轮在有条不紊地转动。花店新推出的永生花礼盒大受欢迎，订单排到了3个月后。当我站在新落成的旗舰店门口剪彩时，突然看见人群里熟悉的身影。陈明抱着教案匆匆走过，还是记忆里白衬衫扎进西裤的模样。他没看见我，却在路过花店橱窗时驻足凝视那束用真金箔装饰的向日葵。弟弟的工伤赔偿款到账那天，我收到他发来的转账截图，数字后面跟着一行字：姐，我租了间地下室学修手机，以后能自食其力了。配图里，他缠着纱布的手正笨拙地拆卸手机主板，背景墙上贴着张泛黄的照片，是我们小学时的合影。他的胳膊还圈在我肩头。梅雨季来临时，老年公寓的电话打破了平静。爸爸突发心梗，急救车的蓝光穿透雨幕时，我在急诊室走廊撞见了神色慌张的妈妈。她手里紧紧攥着我买的羊绒围巾，发间别着我送的珍珠发卡，却还嘴硬：别以为这样就能抵消你的不孝。守在 ICU 外的深夜，董晴晴突然出现，怀里的孩子正发着高烧。我们并排坐在长椅上，她的香水味混着退烧药的苦涩，轻声说：其实那天在你家门口，我是真的肚子疼。我望着他眼下浓重的黑眼圈，想起视频里他虚假的演技，最终只是把温水递给他。爸爸出院那天，我把他的降压药按日期分好，装进药盒。转身时，听见他用苍老的声音对妈妈说：把存折给瑶瑶吧，我们该把养老钱给他了。春日的花展上，我带着奥利奥巡视花田。远处传来孩童的嬉笑，周世成推着轮椅上的爸爸，董晴晴抱着孩子跟在后面。爸爸指着新品种的郁金香，嘴里念叨着颜色太艳，手却悄悄碰了碰轮椅扶手上我放的保温杯。当夕阳给花田镀上金边时，手机震动着弹出新消息，是陌生号码发来的照片。破旧的地下室里，整齐排列着修好的手机，最上面压着张字条：姐，我开了间维修铺，等赚够钱就把首付还你。照片角落隐约可见贴在墙上的便利贴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：要像姐姐一样。奥利奥突然欢快地叫起来，我抬头看见陈明站在花墙下，手里抱着几束向日葵。他笑着举起教案，学生说：您这里的花能治愈论文焦虑，能批发吗？风掠过花枝，带起阵阵清香，远处传来家人的呼唤。而我知道，这一次所有的等待都恰逢其时。